大家這2天的注意力怕是全被福建艦勾住了，誰讓這是咱們自主研發的首艘航母呢？但大家也別光顧着盯福建艦，最近央視播出的一則畫面也悄悄放出了一個新彩蛋。10月30日 ，CCTV7 國防軍事頻道播出的 AR-500CJ 無人直升機海上測試片段裡，一艘造型獨特的迷你航母意外亮相，瞬間被美國戰區網站等外媒盯上，驚呼這艘艦船反映出了中國的無人機雄心，已經延伸到了海軍領域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、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熟悉航母的朋友都知道，遼寧艦、山東艦是6.5萬噸級的巨艦，福建艦更是8萬噸級的大家伙。但這艘迷你航母完全是另一種風格。從央視放出的畫面，我們能清晰看到，它採用全通式平直甲板設計，甲板上沒有滑躍甲板、電磁彈射器這些大型設備，也沒有多餘障礙物，顯然是為無人機起降量身定制的。右舷艦尾的梯形區域和特殊甲板標識格外顯眼，懂行的軍迷一眼就認出，這設計和2022年江蘇大洋造船廠下水的某型特殊艦船高度吻合。根據海軍新聞去年的獨家披露，這艘迷你航母艦長約100米，寬約25米，右舷艦設有小型艦島，排水量雖未官宣，但結合同類艦船規格，大概率在數千噸級，和福建艦比起來確實是迷你體型，但勝在定位精準。畫面中 ，AR-500CJ 無人直升機在甲板上順利完成了起降、懸停等測試動作。這款由航空工業研發的艦載型無人機，2022年就已首飛，專門針對海上環境優化了抗風、抗延誤性能，能執行監視偵察、通信中繼、近海巡邏等任務。而且小編發現，這還不是中國唯一的無人機海上平台。江蘇大洋造船廠近年除了這艘單體迷你航母，還造了至少2艘雙體無人機航母。2022年，央視就曝光過雙體航母的實戰測試畫面。中國船舶集團旗下還有一款更大尺寸的開放式甲板艦船，噴塗着中國標識，曾被猜測命名為中川資號。不過它的甲板面積、標識系統和這次曝光的迷你航母差異明顯，可見中國在無人機海上平台領域早就多線布局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國媒體拿它和美國海軍的幽靈艦隊無人艦做對比。小編也專門查了資料，美國的海上獵手、海鷹等無人艦多是1000噸以下的單體細長設計，側重自主航行、遠程打擊，主要執行反潛、偵察等單一任務，更傾向於獨立作戰。而中國這款迷你航母走的是母艦化路線，全通甲板，能同時搭載多型無人機。除了 AR-500CJ 這種無人直升機，未來還可能適配小型固定翼無人機，形成直升機加固定翼的多元無人機梯隊，更強調協同作戰。就像外媒分析的那樣，它能配合052D 驅逐艦、055萬噸大驅，甚至遼寧艦、山東艦、福建艦，承擔預警、目標引導、電子干擾等輔助任務，成為有人艦船的戰力倍增器。還有軍迷聯想到2戰時期美國的護航航母，當年美軍為了應對大西洋反潛和船隊護航需求，用商船船體快速改造了100多艘3000噸級護航航母。雖然性能不如正規航母，但靠數量優勢，在反潛、支援登陸中發揮了大作用。小編在這裡也做個大膽猜測，中國這款迷你航母或許借鑑了這種批量建造、靈活運用的思路。它的建造標準偏向民用，對船廠要求不高。以中國造船工業的產能，戰時要是需要，短時間內批量造幾十上百艘，完全有可能。每艘搭載20到50架反潛無人機、預警無人機、攻擊無人機，甚至自殺式無人機，就能形成無人機蜂群作戰網絡。不管是近海防禦，還是配合大型航母遠洋行動，都能發揮獨特作用。對了，還有個細節，這次測試畫面曝光後，有細心的軍迷發現，攻擊11隱身無人艦載機的最新改進型，首次清晰露出了着艦鈎細節。這意味着它能在航母或2棲攻擊艦上攔阻着艦，未來很可能部署到福建艦076型2棲攻擊艦上。而且非翼式隱身設計一直是中國航空工業的重點方向，加上民用無人機領域的技術積累，
軍民用技術相互融合，中國艦載無人機的種類、性能還會不斷升級，而迷你航母這類平台正是測試、驗證這些新技術的關鍵載體。就在迷你航母引發熱議的同一時間，另一則海軍新聞雖然沒那麼吸睛，卻更能體現中國造船工業的硬實力。全新改進版052D 導彈驅逐艦朱馬店艦正式入列了。可能年輕軍迷對這個消息沒太大感覺，但小編作為見證中國海軍發展10幾年的老軍迷，必須說句實話，要是放在10幾年前，一艘具備區域防空、遠程反艦能力的中華神盾艦入列，絕對是全國轟動的大新聞。但當052C 型驅逐艦作為中國首款擁有相控陣雷達的驅逐艦，前後只造了4艘，每一艘入列都能上新聞頭條。可現在朱馬店艦入列卻顯得平平無奇，核心原因只有一個：中國軍艦下餃子的速度實在太快了。這款朱馬店艦屬於052D 系列的最新改進型，在原有基礎上升級了雷達系統，把原來的4面相控陣雷達拓展為6面，抗飽和攻擊能力大幅提升，還優化了數據鏈系統，能和殲35艦載機、攻擊21無人艦載機實現實時數據互通，協同作戰能力更上一層樓。但即便如此，它也只是中國海軍驅逐艦家族的普通一員。根據公開數據統計，目前中國海軍現役有4艘052C 型驅逐艦、31艘052D 系列驅逐艦、8艘055型萬噸大驅新型驅逐艦，總數達到43艘。這個規模是什麼概念？小編給大家算筆賬：英國、法國、日本、韓國這4個常被提及的海軍強國，現役的盾艦加起來還不到40艘，中國單是052D 系列的數量就超過了這個總和，而且還在持續增加。美國衛星曾拍到過中國某造船廠的畫面，船塢裡同時有5艘052D 驅逐艦在建，分段模塊化建造的場景讓外媒直呼難以想象。不止驅逐艦，早年中國海軍的主力護衛艦是053系列，前後服役了30多艘，但隨着新型054A 護衛艦的批量建造，這些老舊艦艇已全部完成替換。目前054A 護衛艦的服役規模超過40艘，更先進的054B 型護衛艦也已開始批量入列。首艦羅河艦從下水到服役只用了不到2年時間，這種建造效率在全球範圍內都極為罕見。而且大家別忽略了後勤輔助艦艇。過去15年裡，中國海軍新造了上百艘綜合補給艦、電子偵察船、海洋測量船。雖然他們不直接參與作戰，但卻是海軍走向深藍的生命線。沒有足夠的補給艦，航母戰鬥群就無法長時間遠洋部署；沒有電子偵察船，就難以掌握遠海電磁態勢。這些幕後英雄的快速列裝，才讓中國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真正落地。可能有人會問，中國造船工業為什麼能有這麼強的產能？小編覺得核心有3點：一是技術積累加軍民融合，以中國船舶集團為代表的國家隊，在大型 LNG 船、超大型集裝箱船等民用船舶領域積累了大量技術，比如低溫絕熱技術、精密焊接工藝、模塊化建造方法，這些技術都能轉化到軍艦建造中，大幅提升建造效率。二是全產業鏈自主可控，從特種鋼材、艦載雷達、導彈系統到無人機、發動機，中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船舶製造產業鏈，不需要依賴任何外部供應商。這意味着戰時能不受限制地擴大產能。三是清晰的戰略規劃，中國海軍的裝備發展不是盲目堆數量，而是圍繞近海防禦加遠洋防護的戰略需求，構建起航母、兩棲攻擊艦、驅逐艦、護衛艦、輔助艦艇相互配合的體系。比如迷你航母的無人機能為052D 驅逐艦提供遠洋目標指引，055大驅的區域防空能力能保護迷你航母，福建艦的艦載機又能和驅逐艦形成協同打擊網絡。這種體系化作戰能力才是中國海軍真正的底氣。美國海軍曾預估，中國的造船能力至少是美國的230倍。
這個數字或許有誇張成分，但從實際交付量來看，2025年中國海軍僅1年就有近18萬噸軍艦交付，相當於半個法國海軍的總噸位。再加上福建艦即將入列，2025年堪稱中國海軍的豐收年。而且這還不是產能上限，要是進入應急模式，中國的造船廠能快速轉產，民用船塢稍加改造就能建造軍艦。這種平戰結合的產能儲備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。隨着福建艦正式入列形成戰鬥力，055大區持續批量建造，迷你航母這類無人機平台不斷完善，中國海軍走向深藍的腳步會更穩更快。而這一切的背後是中國造船工業的硬核實力，是無數科研人員、造船工人的默默付出，更是一個國家走向復興的必然選擇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